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大家都说挺爱看我聊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来一支聊天影片吧。我们先请出 Bruce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从我工作到现在，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这一路呢，我运气蛮好的，一路碰到很多贵人的相助，有的呢是直接出手，有的呢是无形中说了一些话。但是呢，让我瞬间就醍醐灌顶，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吧。那今天我就来做一支长影片，分享7句对我影响很深的话。不过还是要说在前面啊，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这些话呢，可能对我影响很大，或者说对那时的我影响很大。但是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是毫无感觉的，这非常正常嘛。所以这个世界呢，才是如此丰富多彩。那这支影片呢，就送给有缘的朋友。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谈到过，在我20多岁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蛮大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有点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从一个很好的金领工作辞职，开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其实呢，这个决定在当时下的并不容易的。本来我性格就很纠结嘛，再加上呢，我自己当时的工作又非常的好。我其实很害怕啦，一方面呢，没有做过啊，周围也没有人做过，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能不能成功啊，我害怕。另一方面呢，就跟钱有关啊，以前吧，这个工作有的时候觉得再不好，至少到点都有公司给我发工资啊，之后就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了，我行不行啊，我能不能活下去啊？所以我当时反反复复纠结了好几个月。我也跟之前的同事呢，比较聊得来的一些同事兼朋友啊，也聊过这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个小伙伴呢，跟我关系比较好，生性就比较潇洒。他看着我就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试试呗，试了后悔，总比不试后悔要强。当时他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帮我临门一脚下了决心。我想了想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吧，如果我不做，估计我在人生嗝屁的那个瞬间肯定会后悔的。但是我做了吧，我就不会留遗憾，那就试试吧。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到现在呢，我都很感激他说的这句话，我也很感激自己当年下决心有勇气做自己的舞蹈工作室。这个经历呢，影响了我很多。我当时呢，成功的开出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还上了蛮多的媒体报道。我也是当时在上海第一个引进钢管舞的，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回想起来，虽然2年之后呢，我还是把它关闭了，但是整个过程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我也收获了很多很要好的朋友以及很多人生经验。相反呢，如果我不做的话，我肯定现在还是会心心念念的。人生吧，其实呢就是一种体验，体验成功，体验失败，体验各种各样没有做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呢，这样的人生还蛮有意思的。大家说回那个给我这句金句的朋友吧，他之后呢就辞职去环游世界了，相当的精彩。无独有偶啊，前几天呢，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他电脑上的一个贴纸，上面写的是去做吧，反正都要后悔。其实呢，跟我另外那个朋友说的那句金句是有一点点类似的，意思就是说呢，人生不要太看重结果了，还是要有这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呢正好在纠结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那就想好具体的方案，想好最坏的结果，如果能够承受的话，就大胆去做吧，这样呢才不枉此生。有人开花早，有人开花晚，这句话呢是我的前老板告诉我的。我之前在长影片里面呢也提到过，当时给了我蛮大的力量感的。我呢从舞蹈学校关闭之后，又重新做回了白领。之后呢，为了不靠谱的爱情，又跑到北京去不着调的工作了2年。2年之后呢，回来职场生涯又中断了几个月。反正呢，就是前前后后职场生涯过了几年非主流的
这种日子吧。等我再回去找工作，找的是一个消费品的工作。挺巧的是呢，我的那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是以前的同事，而且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前老板，我们就姑且称他为 T 姐吧。在我们这个部门里面呢，有一个做公关部的同事吧，他以前呢是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跟我同期出道的。但是人家在那个时候已经做到了 director 级别，而我呢只是一个小小的 manager。那大家应该都会感觉到，作为东亚的小孩，尤其是像我这种从小就是一路学霸，永远第一名的人来讲就是无形中很喜欢跟别人比较，看到别人跟我同样时间出道，但是现在职位比我高这么多，你说我完全心里面毫无波澜是不可能的，我是真的羡慕嫉妒恨的。有一次呢，我就跟 T 姐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件事情，她呢就给了我一句忠告，她说小郑啊，其实不用跟别人比啦，有的人呢开花早，有的人呢开花晚，大家都有自己的节奏嘛，没关系。我当时听完差一点就哭了，因为太震撼了，而且这个道理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想通呢？不要处处和别人比啦，人和人都是不同的，没有必要。而且后来我还延伸了一下，有的人呢，可能这棵树就是不开花的，能够长成一个参天大树；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小草。So what？ 没有必要一直要跟别人比，谁开花早，谁的花最漂亮，对吧？我们呢，只要和昨天的自己比就好了。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因为我年纪足够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接到一些比我年轻不少的朋友，或者是表妹啊、表弟的电话来咨询我关于职场发展啊、跳槽机会啊等等的。那我就会问他：你的牌摸到了吗？摸到了多少？牌摸在手里再打呀，摸到了没有啊？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无厘头，对不对？其实呢，是11年前我有一个很有人生智慧的朋友对我说的话。他呢比我大9岁，人生经历比较坎坷和复杂，也很有智慧，我们就姑且叫她 S 姐吧。11年前呢，我当时在上海工作，后来呢，我们美国总部有一个 relocate 的机会，就问我去不去。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想去的，一方面嘛，大上海多好呀，美国这个农村地方谁要去啊，土不拉几的。第二呢，因为这个工作机会只有2年的合同期，2年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有很多的未知数。而那个时候呢，上海工作的机会真的是大把大把，工资又很高，所以其实我是蛮犹豫的。那个时候呢，我手上已经有一些基本上就要落定的其他的工作 offer， 以及呢，可能我自己私人生活上面呢也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一开始是非常犹豫的。我就打电话给了 S 姐，问了她意见，因为她比我人生经历要多很多嘛。S 姐听完我的挣扎，就问了我一句话：你其他工作的 offer 拿到了吗？哦，还没有，但是快了，应该就这几天就要发了。那到底拿到了没有？还没有。那他的回答就是：那还讨论什么呀？你手上都没有牌啊，你手上只有这一张牌，就是去美国工作，其他牌还在天上飘，牌要拿到手上才能够慢慢打，现在你没牌就不要再说了。我听完顿悟，因为我好像总是一个做事很有计划，很喜欢 plan ahead 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忘记了，牌只有摸在手上才是你自己的筹码，否则都只是在空中飘的。你只是认为你可能会摸到，但是并不一定啊。道理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当你做决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迷失方向。大家呢就不要去想还在空中飘的事情，老老实实看看手上自己有多少张牌，好好打，这才是王道。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我这个人吧，就是很纠结，
花钱吧，人人都喜欢，我也很喜欢。但是呢，我有个臭毛病啊，就是一旦花钱，花的时候很爽啊，但是花完之后呢，就陷入了无限的自责，非常的内耗。我就会想，哎呀，妈好不要买这个，妈好不要买那个，妈好不要出去做这个，妈好不要这样，可以多省一点钱。一遍又一遍啊，其实对自己的精神健康不是很有利啊。后来有一次呢，我就跟我上海一个很要好的闺蜜说起这件事情了。她听完之后呢，就悠悠的来了一句：“钱嘛，总是要花掉的，不是花在这里，就是花在那里。你看，你呢，可能是买了个包，那我呢，有可能就是给我们家娃报了一个什么什么班，其实都一样。钱如果放在银行里面，你不用它，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总是要花掉的啦，不要再纠结了，开心一点。”我听完呢，愣了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的蛮对的。其实他并不是鼓励我说去买浪费钱，他想要提醒我的就是不要陷入无限的内耗和自责。人生在世嘛，花钱是正常的。对每个人来讲，花的品类可能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没关系的，既然花了，就开开心心去享受它，不要再去陷入无尽的自责中。从此之后呢，我花钱就不自责了，要么就不花，要花就好好的享受它。第5句话呢，也是我那个闺蜜跟我讲的，今后只会越来越差。听上去很丧气，对不对？其实是有上下文的。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刚刚搬来美国工作没多久，有一次呢，家里人跟我打电话，因为健康原因啊，家里人呢就住院了。我当时是很揪心的，一方面嘛，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孝顺，人又不在身边；另一方面呢，我就在想，这个日子以后该怎么过呀？完了，我呢就跟那个小伙伴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哎呀，不要再多想了，你要想的是呢，现在父母的年纪还不是最大，你的身体也很好，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了。这些小磕小绊都是难免的，今后呢只会越来越差。”因为你的父母年纪会越来越大，健康状况呢就会慢慢下降，再加上呢我们的年龄到最后呢也会越来越差的，所以整个情况来说呢就只会越来越差。我们心理上要提前做好准备就好了。听上去呢很丧气的一句话，但是说实话他说的是对的。他想要提醒我更多的呢是不要再悲观下去了，今天呢可能就是余生中最好的一天了，之后只会越来越差。那与其今天就自怨自哀，觉得自己人生很不幸，那不如打起精神过好今天，因为明天可能比今天更要差，不是吗？所以吧，每一次呢，我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这句话都会萦绕在我的耳边啊，然后我就会对自己说，今后只会越来越差，所以就不要垂头丧气了，支棱起来，我们过好今天。闲着也是闲着，事事不要钱。这句话呢，我2个会经常放在一起用啊。这句话也是 S 姐教我的。在20年前呢，上海还是有很多小店可以逛的，尤其在茂名路长乐路那一带，非常有意思。那我跟 S 姐那个时候呢，也经常出去逛街。那有的时候呢，我看看这个也喜欢，看看那个也喜欢，但是总是纠结，哎呦，要不要试试看啊？会不会我太胖不好看啊？穿出来，这个你说红色好看还是黑色好看啊？每次我都很纠结，问很多问题。S 姐呢，每一次都会嘟悠悠的跟我讲，试试呗，来也来了，闲着也是闲着，试试不要钱。其实这句话呢，影响我蛮大的，我现在经常也是挂在嘴边。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试衣服，也适用于很多方面。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与其我们把精力、把时间放在空想上，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啊，适不适合我啊，穿什么颜色，要不要买啊，贵不贵啊，这些空想其实是很耗费脑力的。与其你去想，还不如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做，去试试看，去下单。把你的时间精力都从这些空想中释放出来，真正去做，然后你就会看到结果。到底这个衣服适不适合我啊？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啊？这样的话呢，会变得更有效率，也避免我们胡思乱想。
所以我现在这句话经常会放在嘴边啊，闲着也是闲着，事事不要钱，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差不多得了，这句话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也不是我发明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讲，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最近我说的非常多，差不多就得了，而且呢，我经常会自言自语对自己讲。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很高的人哦，做事情都要做到完美，甚至要120分，做2遍不行，那就做5遍，5遍不行就做10遍，一定要做到120分才罢手。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会不断进步，越做越好。坏处呢，就是精神实在太紧绷了，有的时候呢，就会陷入一种怪圈当中。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最近2年呢，尤其是我做 YouTube 以来哦，我发现自己好了很多，有一种慢慢放过自己的趋势。在我刚刚开始拍 YouTube 长影片的时候哦，因为在拍之前嘛，我都会把三脚架架上，放上照相机，然后我一般会试拍个10秒钟，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在镜头的中间，灯光怎么样，发型有没有弄好等等哦。那每一次呢，我会去回看这10秒钟，在拍正式片子之前哦，我都会在想，哇，怎么这么难看呀？为什么我的脸看上去有点肿啊？为什么这个妆那么不服帖啊？为什么这个头发飞得乱七八糟啊？为什么？我有好几次，真的不开玩笑，好几次我试拍完之后，我都跑去重新去搞头发，搞妆容，搞完之后回来再试拍，觉得还是不行，又回去搞，再回来，来来回回好多次。我有好几次，最后就坐在地上，我对自己说：“小郑啊，小郑，你准备拍吗？”“要拍的。”“那就长成这样了啊。”“好吧，那就这样吧，拍吧，差不多得了。”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哦，差不多得了，就成为我的一句口头禅。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也不是明星啊，我也没有什么化妆师啊、发型师在旁边随时随地来帮我化妆、补头发、补妆，对吧？能够搞成这样就挺不容易的了，放过自己吧，差不多得了。那之后呢，包括我在剪辑啊，在做YouTube 视频的封面的时候，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哦。我都会对自己讲，也不是专业的剪辑师，也不是专业的平面设计师，就这样吧，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好，每一次就尽力。但是呢，也就这个水平，差不多得了。这句话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像一个小咒语那种感觉。每一次我陷入牛角尖，要再弄得好一点，要干嘛干嘛，我都会对自己讲，不是女明星，不是专业的，差不多得了。也送给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尽力而为就好了。好啦，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一共是7句对我影响蛮深的金句吧，送给有缘的朋友。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如果还没有加入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的朋友呢，也记得一定要加入，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Bruce say goodbye， 拜拜。